今六皇子彻，正逢华岁，当为皇室延绵子孙，广选妃嫔。凡家中妙龄，皆须成名验身，入宫参选。入内验身。工部侍郎之女胸围2尺1寸，淘汰；镇国将军之女胸围1尺1寸，淘汰；皇商公孙家之女腰围2尺3寸，淘汰。启禀殿下，今日入府参选皇子妃的女眷全部淘汰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殿下，你不要吓奴婢啊！这是哪儿啊？你们是谁啊？我这又是在哪儿啊？殿下，我们4人是您的通房丫鬟呀，殿下您都不记得了吗？殿下，丫鬟。难道三该我赢了？我赢了，宝贝们儿，都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不好意思，从今天开始，赌神的称号和这8000万就都是我的。原来我重生到了大夏最废物的皇子身上，还要选妃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！周彻，保护殿下！还不赶紧滚出来受死！哼！我乃大夏六皇子，何人敢到我府上闹事，找死不成？我看找死的人是你，皇甫小姐，皇甫小姐，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周彻，哎呀，你现在真的是色胆包天，竟敢亵渎皇嫂！我看你真的是不想活了！亵渎皇嫂！哎呀，表姐，你是误会了呀？误会？五皇子一早就把御状告到了陛下那里，说你不学无术，嗜酒好赌也就算了，现如今更是亵渎皇嫂，有违人伦。陛下已经准备罢黜你的皇子之位，把你贬为谏妃，流放漠北。不是表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绝对不能乱说。我怎么可能？这是陛下召你入宫的圣旨。圣旨？的。还是五哥对我，又请我喝酒，还送美人给我。
陛下为你昭告天下，今日为你选妃成家，可你偏偏昨晚对你那个皇嫂做那龌龊之事。现在好了，整个世人都知道你是废物之女，陛下对你彻底失望，罢黜你的皇子之位，沦为贱民。本以为穿越成皇子可以好好享受一番，没想开局就天崩。遇到同名同姓，这人的长相都一样的老五，我都被老五打晕了，怎么可能亵渎皇嫂？一定是老五那个王八蛋诬陷我。现在知道怕了吧？老子走，现在跟我回西凉，就算付出这条命，我也要皇父家保护你。表姐，我不能走。你不走，在这里等死吗？走就不用死了吗？表姐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个废物。西凉皇府铁骑天下第一，他绝对不会因为我这个废物去得罪五皇子。再有，五皇子好不容易找到了置我于死地的方法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我？你今天倒是不傻了。哎呀，侯姐啊，我们兄弟6个人，4个人已经被他给杀了。要不是因为我是个废物，我怎么可能会留到最后嘛？再有了，表姐，如果我真的走了，我不正好中了五皇子的下怀，畏罪潜逃？所以表姐，我呀绝对不能走。可是走也是死，留也是死，那眼下该怎么办？想办法自证清白？不，你难道跟皇嫂？哎呀，表姐，我昨天都已经被老五打晕了，我怎么可能那个嘛？除非是五皇妃看到我晕了之后，爬到我身上，把我给那个……不对，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那不是五皇妃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这种玩笑？五皇子在朝堂上根深蒂固，就算你过去了，也难逃一死。是啊，殿下，要不你还是听皇甫小姐的，逃吧。是啊，殿下，这样做起码还有一线生机。若是我们真的被流放了，哪怕还没有出城门，就被五皇子给杀害了。放心，本皇子自有办法破局。走，进宫。你小心！表姐，你拉住我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还看？殿下，皇甫小姐，你们没事吧？不好了，殿下，您鼻子出了好多血啊！要不奴婢去给你拿止血药吧？无法，男人的火气不许用药。更衣，这个。此乃皇族重地，有妃嫔居住，任何男丁不得入内。本皇子奉诏前来，还请钱将军通晓。未曾听过，陛下有诏啊！方才陛下明明要召见6皇子，还下了圣旨。陛下传唤何人？我会不知。两位若是无事，还请速速离去，免得我钱某手上的佩剑不认人。我若无法面上，那就真成了畏罪潜逃，直接坐实我的罪名。我的好皇兄，你还真是千方百计置我于死地啊！二位请回吧。钱将军果真不知？我真不知。那陛下的圣旨，钱将军也不认得？殿下恕罪，钱某自幼习武，斗大字不识一个，谁知你是否在骗下官呢？钱将军身为禁军统领，不但目不识丁，还公然抗旨。陛下清风，六殿下又将如何？如何？当杀！
周彻那个逆子怎么还没过来呀？回父皇，六弟昨夜从我府上离开之后，一直未曾现身，莫不是自知罪孽深重，畏罪潜逃了？启禀陛下，身为皇子，违背人伦，侮辱皇嫂，简直是罪大恶极。还请陛下早些决定，将六皇子逐出皇室，以正朝纲，免得天下人笑话。臣等附议。只要再将老六这个废物扳倒，这储君之位就是我的了。到时候等父皇驾崩，这大夏天下还不尽在我掌中？罢了，来人，老奴在。去主庙将六皇子从皇室除名，另告知禁卫统领钱震，速速捉拿此子，将其流放漠北，生死勿论。遵旨。陛下，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陛下，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陛下，六皇子他在封门口前杀了钱震钱将军。你说什么？启禀陛下，小人亲眼所见，六皇子他杀了钱将军。你所言当真？回父皇子话，当时小人就在现场，千真万确，绝无半点虚言。陛下，六皇子身为皇子却目无法度，昨夜才侮辱了皇嫂，今日又杀了陛下的爱将，还请陛下严惩六皇子，昭告天下，以儆效尤。请陛下严惩六皇子，以儆效尤。刑部尚书贺大人言之有理，还望陛下严惩六皇子，以正朝纲。臣等附议。六皇子生性懦弱，连鸡都不敢杀。你们说他杀人，还不如说太阳会打西边出来。就算朕将其逐出皇宫，让他自生自灭，但他毕竟是朕的子嗣，岂容尔等诬告？更何况朕还没死，你们难道还要逼宫造反不成吗？可是父皇激怒。此人所言不假。滚！启禀父皇，儿臣的确砍了那姓钱的狗东西。什么？你这个逆子，连朕的亲卫统领都敢杀，想造反吗？老六，你本就是戴罪之身，谁给你的胆子坑杀禁军统领？他该死！该死！钱将军在边境屡建战功，如今更是父皇的禁军统领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一句他该死就把人砍了。老六，你需要给朕、给满朝文武一个解释，不然朕定会要了你的脑袋。父皇还解释什么？身为皇子，亵渎皇嫂，坑杀命臣，按大夏律当斩立决。五哥，你这么着急要了我的命，难不成是你做贼心虚？哼！如果我不杀了他，你就不怕某人为了保命胡言乱语，供出背后阻我助攻之人？你，怎么被我说中了？另外，你跟甄氏连婚都没有结，何来皇嫂一说？再有，我连甄氏碰都没有碰，我怎么就亵渎了？五哥，你这么着急要我的命，难不成你想做皇帝啊？休要血口喷人！你死不死，跟我当皇帝有何关系？父皇，切莫听老六胡言，我对父皇之心天地可见，还望父皇明察。老六这个废物，今天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？难道他之前一直都在藏掖？以往三脚踢不出一个屁的老六，竟然将老五对得哑口无言，难道这小子开窍了？老六，你说你没有亵渎皇嫂，可有证据？父皇，甄氏还没过门，这皇嫂的称谓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？没过门你就能随便亵渎了？怎么，你看着我亵渎了？我喝醉了，
不过我府上的下人看得清清楚楚。带上来。你昨夜可亲眼看见六皇子亵渎真师？是。老六，人证在此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我问你，你看见我亵渎了？看见了。父皇，这种人不配当皇子，还望父皇严惩。话糙理不糙，让老六把话说完。说啊，你不是看见了吗？我亵渎进去了吗？看见了。老六，还有何话说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是用什么姿势？什么？忘了？忘了好啊。那咱们直接把真氏请到朝堂之上，让他亲口告诉大家我是用什么姿势。老六，朝堂之上休得胡言。你若不服，便找个嬷嬷，当众验了真氏的身子，如何？去你的吧！你找的人我根本就信不过。父皇，儿臣可在1炷香之内自证清白，但需借用父皇遗物，还请父皇恩准。何物啊？天子佩剑。剑可以借你，但你若无法自证清白，儿臣愿以死谢罪。好。无论你怎么装模作样，今日都必是你的死期。哎呀！持天子佩剑，祝陛下亲临，守住我，1炷香。如果有任何人敢靠近，杀无赦。周彻，你又要杀人又要借剑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卖什么关子啊？相信我，我安全就行。父皇，还请速请真氏入堂。传真婉儿觐见。昨天晚上喝都没看清，没想到这小妞这么漂亮。民女真婉儿拜见吾皇。起来吧。老六，人已到，速速自证。甄姑娘，你可否还记得昨日之事？亵渎之辱，永世难忘。好，既然你也说我亵渎，那不妨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。你怎么忘了？没关系，本皇子替你好好回忆一番。六殿下，还请你自重。自重不了一点儿。殿下，你要干什么？还请陛下住手！大胆老六，个畜生，竟敢当朝侮辱皇嫂！快给我住手！五皇子，请止步！你没有看到他在侮辱皇嫂吗？见天子见，如见天子，望五皇子止步。父皇，儿臣恳请父皇速速派人将这畜生拿下。老六，朝堂之上如此行为成何体统？快给朕住手！周彻，你还说你要自证清白，你这是要去自寻死路？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我就不该理你。父皇，表姐，你们别着急，我很快的。你个大犊子，什么快不快的？快给我停手！周彻，你这个畜生！你快给我停手！她是你的皇嫂，我的未婚妻。五哥，
你大声叫啊！你叫的越大声，弟弟我越兴奋。六殿下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你真的知道错了。那怎么可能？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根本就没有享受到。反正今天横竖都是死，不如回味一下。做鬼也风流了。老六昨夜是如何离开五皇子府邸的？回陛下，喝醉酒被抬回去。朕明白了。你们几个把眼睛给我闭上！谁他妈再敢偷看，我拔了他的眼！不劳五哥费心了，此等尤物怎么会便宜这群老邓？啊！你个老六，把他围上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要来真的？给我撤了！周彻，早知道你想死，我就不可能带你入宫。你听我的，赶紧快停下！五哥，你别急啊。小弟想为你试试驾。你再替我上锅，何乐而不为？哈哈哈哈！你周彻，你个王八蛋！父皇，这个老六到底管不管？陛下，六皇子做事如此乖张，着实有损皇家颜面，还请陛下将六皇子逐出皇室，午门问斩，昭告天下，以儆效尤。还望陛下将六皇子逐出皇室，午门问斩，昭告天下，以儆效尤。你们在威胁朕吗？臣等并非此意，只是这老六行事太过鲁莽，他实在是时间未到，一起候着。可是父皇，儿臣遵旨。老六，我必杀你，一切今日之除。甄姑娘，我知道你诬陷我是有苦衷的，不过我也是我有毛病，对不起了，甄姑娘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周彻，我杀了五皇子！你给我让开！时间到，闪开！老五，父皇，还请父皇速速治六皇子周彻的罪，还我大夏朗朗乾坤！臣附议，臣等附议。周彻，父皇，我已经可以证明儿臣无罪。你放屁！当众亵渎真实，还敢说无罪？老六，你是嫌自己死得不够痛快是吧？信不信我现在就砍了你？老六说的没错，他无罪。父皇，亲眼所见，当众亵渎真实，怎么还说他无罪？这分明是偏袒，儿臣不服。老六，自己解释吧。如诸位所见，本皇子今日并未饮酒，精气十足。可是甄姑娘到头来只是外面的衣服有所破损，本皇子连她底裤的颜色都没有看到。而昨日，本皇子酒醉人倒，周身无力，连脱裤子都没进。这种情况下，你告诉我，我是如何亵渎真实进去的？今日本皇子使出浑身解数，根本没有造假，所以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五皇子贼喊抓贼，故意诬陷本皇子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是我错怪这个臭小子了，我还以为他……父皇，我与六弟情同手足，怎么会诬陷他呢？昨夜儿臣也喝多了，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个下人告诉我的。笑话，一个下人就可以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他这么厉害吗？都怪本皇子秉性纯良，听信小人谗言，错怪了六弟。六弟，若是还生五哥的气，那这个下人交给六弟处置如何？天下万万不可啊！殿下，您不是说……栽赃我六弟，该死！来人，
给我拖出去喂狗！六弟，诬陷你的人就被我给杀了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父皇，还请为儿臣。父皇，还请为儿臣做主。本以为今日老六开窍会扳回一局，看来终究还是嫩了些。倘若一开始他就将那个贱奴控制起来，说不定他能啃下老五一块肉。而如今这局面，怕是难了。陛下，五皇子性格温和，向来与皇子之间相处和睦，这次挑拨皇子之间的奸细啊，人以伏诛。依微臣看，此事啊，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要不然传出去有损皇家颜面，不是？嗨，陶陶儿，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。刚才陛下要贬周彻为贱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呢？现在得知是五皇子自导自演陷害六皇子，倒成了有损皇家颜面了。难道这五皇子是皇子，六皇子就不是皇子吗？你好了，老五和老六都是朕在这世上唯一的儿子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。这次老五听信小人的谗言，错怪了老六。朕罚你俸禄3年，禁足1个月，抄录族谱300遍，可有异议？儿臣无异。至于老六嘛，这次让你受委屈了，你想要什么，朕皆可满足啊！还请父皇务必将此女赐给儿臣做嫔。你敢？选她为嫔？父皇，我大夏皇子配偶分3等，正室为妃限1人，侧室为嫔限3人，妾室为强限9人。东海真氏虽然是平民，却也是我大夏的皇商，富甲一方，所以选此女为嫔也不失礼节。况且今日本来就是儿臣的选妃之日，还请父皇恩宠。东海皇商，难怪方才朕对老五如此轻飘的惩罚，没有遭到老六的反驳。原来这小子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朕严惩老五，而是把主意打到了甄氏身上。而他老六得到了东海首富的支持，他也就有了与老五较量的资格。如此一来，朕倒是又可以行权衡之术，不至于让老五一家独大，觊觎皇权。不对呀，按理说，一个女人，父皇该不会犹豫这么久。难道父皇也看上了甄氏？那可不行，这可是本皇子发家致富，干倒老五的钱袋子。父皇，方才儿臣跟甄氏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，但是该摸的不该摸的其实都已经摸个遍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俩已经有了肌肤之。老六，你有完没完？婉儿，过来。父皇，与其让别人吐槽说我跟未来的皇嫂有染，不如直接把她许配给我，这样可以吐出悠悠之口，也能体现孩儿宽广的胸襟，不枉父皇多年的教诲。父皇，万万不可！若是让甄氏嫁给老六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我？甄氏从未过门，天下人谁会笑话呀？可是父皇，但是老六，不管怎么说，甄氏与你五哥都有婚约在身，若是朕直接把她许配给你，只怕会有失公允。所以准你同你五哥共同竞争，谁俘获了甄小姐的芳心，朕便会亲自替谁去东海甄家提亲。毕竟朕的儿子都要靠争才会有的。父皇圣明，满朝文武有一半都是我的支持者，而甄氏家主也早已被我拿捏。那是太子妃还是甄婉儿？这个废物拿什么跟我争？
禀吾皇，民女甄婉儿愿嫁给六皇子为嫔，还望吾皇恩准。起来吧，老六啊，你今日真是让朕刮目相看呐！啊！哎呀，既如此，来人，把朕的宝剑九歌赠与六皇子。什么？宝剑九歌？那可是夏皇八剑之一，但凡被赐予夏皇八剑的皇子，那都是以皇室的身份，简单说，那可是未来的太子啊！自陛下登基以来，这可是第2次赐下夏皇宝剑啊！可是陛下怎么会把夏皇宝剑赐给最废物的六皇子啊？难道说是陛下改了心思，要立六皇子为？若是没有什么事，今日朝会就到此为止吧，退朝。走。殿下，陛下赠剑给六皇子，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要不然我们一把破剑而已，能说明什么？殿下，那我们如何？父皇不是没有把甄氏嫁给他吗？殿下的意思是，计划照旧，不过要告诉钱家一声，钱震已死，是被我那挚爱的好弟弟杀的。属下这就去。我的好弟弟，你真是骗了我好苦啊！要不是把你逼上绝路，还不知道你藏得这么深。不过也好，这样杀了你才更有趣。哎，你说陛下要杀你？准确的说，是我父皇让我给老五那个王八蛋当魔道士。五皇子权势滔天，无论是在江湖之上还是在朝堂之中，有一半都是他的门客。你给他当魔道士，那不是死定了？哎，不行，你赶紧帮我回县，我绝不能对不起姨母临终前的嘱托。走。那我母亲还让你成年之后就可以做王妃？你怎么不领情了？六皇子殿下，这是我家小姐托我转交之物，还请殿下到家再看。东海甄氏，富甲一方，你以为他这样的人能上你这个破车？切，接梁黄埔铁骑有关，那我这破车你不上了好几年了？我就是因为跟你走得太近了，所以成了皇甫家的弃女。所以呢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下车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市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那表姐的意思是，我不理你了。还打算下车吗？你现在呢，自身都难保了，我要跟你下车，我不就死定了？哎，不如我先跟皇甫家和解，让他们给我找一个如意郎君，不是，说不定我能重返回去。不行，谁说我自身难保了？我只是说，父皇让我给老五当魔道士，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了。只要我这个魔道士够硬，任凭他再好的刀法，我都能给他崩碎了。好啊好啊，那如果你有一天呢，能够打败老五，当上太子，那我就……你说什么？我就让你上车。让我上车？上什么车？表姐，
能不能先上车后补票啊？想得美！好笑，我喜欢。表姐，你等等我。春香，哎，春香，谁把你搞成这样的？殿下，快走！还能好的。春香，走，老实点。殿下，对不起，奴婢刚才一直在睡觉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就闯了进来，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。把人给我放了！不愧是皇子殿下，好大的威风啊！刑部贺长林见过刘殿下。行了，不用自我介绍了，你华成辉本王都认得你。今日在朝堂之上，我已经自证清白，你现在又带着人来抄我的家，作何用意？你是不把本皇子放在眼里，还是不把父皇的旨意放在眼里？啊，微臣不敢。还不赶紧把人给我放了！刑部接到京都前世的诉讼文书，说殿下在前世赌场欠下了8000万两的巨额欠款。前世屡次索要而不得，卑职只有依法办事，给前世讨一个公道。8000万两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个是带有官府印章的欠条。这还真的有官印？你什么时候欠了8000多万两？我能说我也不知道。我信你们。殿下，微臣帮你清理了一下财产，这座府邸价值3000万，府里有现银1万两，紫檀家具古玩字画价值3000万，府邸仆人男2人，女10人，各计80人，共计1000两，合计下来一共60011000两，还欠前世1000多万两。殿下，这钱你什么时候还？我还你妈！魏审魏宣就敢私自来抄家，这合乎法度吗？殿下，按大夏律，为防止老赖遁逃，方便受理官员行事，若殿下觉得有失公允，可以向刑部或者陛下上诉。若殿下真是被冤枉的，这些东西如数归还。若欠条属实，还请殿下一个还款日期，以便微臣在陛下面前有个交差呀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刘殿下，我不是笑您老赖啊，我是觉得呀，作为皇子，因为欠钱被抄家，太他妈新鲜了啊！这1000多两，这得怎么还啊？哎，我有办法呀！只要你跟本公子走，一晚上算你100两，一天100两，这算下来也2天3天啊！我去！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不负是谁吗？禁军统领，陛下亲信钱震，钱大将军。行了，老子懒得跟你解释，你告诉他吧。是。啊！伯父让他杀了。什么？我伯父让他杀了？不可能！你休要在这诓我。我伯父是陛下亲信，除了陛下，谁敢动他？皇子也不行。是，你是皇子，我这下打我挨了。但是今天是我带人抄你的家，这女的不给我玩，行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你还有2个通房丫鬟，在我那儿呢！我去，敢动本皇子的人，信不信？我滚！刘皇子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呀。今儿晚上你如果还不上这8000万两，他们2个去哪儿，我可就不能保证了。你别忘了，我们钱家除了干赌场，还弄妓院。
贺长官，钱某还有要事要办，就不陪你一块抄家了。殿下，若是无事，微臣先告退了。贺尚书，麻烦回去告诉我5个，老子的家没那么好抄。把东西带走，带走，带走。这1000多万两该怎么还啊？哎，那个詹氏不是东海首富吗？要不我们问问他？只是按照常规来说，抄家应该只取财物，可春香的10个手指甲被他们拔了。什么？春香的指甲被拔掉了？夏夏，你是知道什么事吗？春香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，他说以前的赌债全都是被骗所欠下的，所以我们实在气不过，就想去钱庄赌坊给您讨回公道。没想到您的家还被抄了，其他的姐妹也不知道该如何了。对不起殿下，对不起殿下。快起来，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没人敢动我的人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讨债。大！主车，你都输了8000万两了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？我怕……哎呀，表姐，输钱的那是以前的我，现在的我那可是赌神在世。3给，我赢了，我们赢了，宝贝们！赌神在世。哟，哎呦，这不是咱们六皇子殿下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哎，大家继续玩啊，继续玩！哎呀，这肯定是大！来，赶紧等一床，来，大乔，继续玩！殿下是不是忘记什么事儿了？哼，当然记得，不就是200两碎银吗？看你是皇子殿下，小人就不给你利滚利了。不过一天得翻30倍，连本带利不多不少，正好500两。殿下，你是现银还是真物呢？要钱没有？极品好剑倒是有一把，这样暂时抵押给你，然后再借500两，如何？殿下说笑了，什么宝剑能值1000两啊？怎么样，值吗？值，相当值。殿下，这钱可给你了，你可要好好玩赢钱呐，不然宝剑可就是小人的了。你疯了，那可是9哥。女人不懂事，我教育一二便是。哼！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可是陛下亲赐你皇室身份的象征，竟然把它给卖了！哎，表姐你放心好，我这回一定赢。哼，一定赢！你要是真能赢的话，至于欠上8000万的赌债，要不我们还是把9哥给拿回来，再想想其他办法。你真以为我今天是来赌钱的？那你来干什么？我说过了，讨债。讨债？怎么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咱们先来赌一把，如何？赌什么？我如果赢了，你就让我先上你的车。你怎么？你不敢赌？哼，我才不怕你呢！就是从小到大呀，你都没有赢过我。哎，那你要是输的话，应该怎么办？我要是输了，我跟你回西凉，安心做个废物。你说是真的？
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反正我早晚都是他的人，是输是赢对我来说，其实也就是早一点上车和晚一点上车的区别。要是他真的赢了，那就表明这个小废物真的变厉害了，可以托付终身，让他先占点便宜也没事儿。而且那甄氏的姿色并不比我差，若是晚了，他就会对我正宫的位置造成威胁。既如此，好，我答应你。走。500两，我赌你没我表姐大。六殿下真是够意思啊，居然花钱赌2位美女谁的大，这让我们兄弟们一饱眼福啊。是啊，这赌场有规矩，现场开大小，要赌就在这儿赌，可不能开单间啊。对，要比在这儿比，我们大家一起当个裁判，未免说不清啊。就凭你，没钱帮主，你说笑了，你就是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呢。那是你，还是你啊？这个妞是个狠人，如今正是我用人之际，或许能为我们所用。六殿下，小女子这里是开赌坊的，你要是想找乐子的话呢，小女子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好去处，保证个个胸润臀圆。前方主说笑了，本皇子今日来是赌钱来的。至于你说的那个好去处，咱们赌完钱再去也不迟啊。那就请六殿下下注吧，还请不要取笑小人，以及你身边这位小姐了。我刚刚已经下好了。皇子殿下，你这一把要是全输了，到时候可别怪小人出千才是。废话少说，赶快。4、5、6，大，嘿嘿，六皇子赢了！哇，赢了！怎么，让我上车这么高兴啊？看来六殿下运气不错嘛。那是当然，所以前方主可要小心了，千万别把自己给输了。以往的周彻胆小了一说，虽然对我有意思，却也不敢说出如此露骨的话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怕是六殿下还没有这个本事吧？诸位，买大买小，买定离手。了解。大。556，又是他。又赢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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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殿下的运气真是不错嘛。了解，大，大，哇！大，了解，大，他没你大，大，了解。你最大！我最大！哇，这么大！豹子，通杀！那是不是这些钱都是我的了？当然。既然庄家已经没钱了，要不今天咱们就到这。谁说我没钱了？拿来！拿来呀！还有呢？六殿下，钱我有，你还赌吗？这点钱恐怕不够吧？殿下放心，小女子钱管够。你不是一直想要得到小女子的身子吗？只要你能赢得了我，那小女子就从了殿下。
又何妨呢？短短这么长时间，我们就赢了3万两啊！本皇子梭哈，梭哈，梭哈什么意思啊？梭哈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，就是全压的意思。那既然六殿下那么爽快，那玩什么就由殿下定吧。还是骰子吧，免得麻烦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殿下，请下注吧。我压豹什么？豹子的概率比中状元还低啊！六皇子，您这把可赌大了呀！是啊，六殿下，这大的已经连出10几把了，要我说这把就压小。你懂个屁呀！就该乘胜追击，还压大。如果豹子6就压了，根本不能出。叫他娘别吵吵，你们压钱了吗？六殿下，要不见好就收吧，算了吧，你也赢的钱够多了，那咱拿着这钱回去改日再战嘛，这样你也好把这宝剑给赎回去，是不是啊？要不我们先撤吧。红雪小姐，请开骰子吧。这个废物到底是蒙还是真有本事？他怎么知道我出了豹子脸？愣着干嘛呢？哎呀，殿下，这不是涉及到小女子的身子吗？总要谨慎些的吧。不碍事，本来想用豹子6一雪前耻，如今看也只能……红雪小姐这腿雪白细嫩，笔直修长，还真是人间尤物啊！打我！来，我这打。六殿下，请自重。也请红雪小姐不要乱动，否则被人知道前世赌庄出千子，就反了名声。开骰子吧，大家都等着呢。开呀！等什么呢？开呀！要我说就赶紧开，开！我操，还真是豹子6啊！六殿下，您神了！六皇子，您还缺狗腿子不？你看我行不行？六殿下，6啊！豹子翻30倍，您这一把可妥妥赚了90万两。90万两这么多？不行，这局不算，我们重来。红雪小姐，难不成你想着认账？六殿下，我劝你还是尽早收手，不要太认真的好。你可别忘了，我钱家可是京城的地下霸主。哇，地下霸主，好怕怕哟！可是你也别忘了，老子还是当朝皇子。你不过是一个无人疼、没人爱的废物罢了。你若自持皇子身份，肆无忌惮倒也无妨。可我钱家并非朝中无人呢。你当众调戏民女，我若反抗一二，孰轻孰重倒也无可厚非。所以呀，皇子殿下，你要是无事的话，还是带着你这3万两离开此地吧。小女子全当什么都没发生。我如果不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挣扎了，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还有，你所谓的朝中有人，应该就是那个叫钱真的吧？你知道就好。我大伯可是陛下的心腹，身为禁卫统领，你就算是皇子，也得礼让3分。看来红雪小姐还是一心经营赌场，掩耳不闻窗外事啊！你知不知道，钱震就在今天早上阻碍本皇子剑圣，违抗圣旨，已被本王子一刀抹了脖子。你说什么？现场所有人都可以作证，你刚刚可是把自己作为赌约输给了。如果想出尔反尔，信不信我让你们全家陪葬？六殿下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六殿下，将女儿钱留下，你可以自行离去。其他的事情吧，老夫可以看在皇家的面子上，全当没有发生。钱家主的意思是，
敢赌不敢认，想赖本王子是又如何？我不怕告诉你，我钱家在京城立足这么多年，可不单单靠的是我胸前阵。我当然知道了，你靠的不就是我的至亲兄长，我亲爱的五哥五皇子？既然六殿下知道，那还不赶紧离去，免得连做五皇子的磨刀石的机会都没了。钱家主，开门做生意，顾客还没尽兴，哪有撵人的道理？再说了，你女儿刚刚已经把自己输给了我，这样，咱们俩不妨赌一把。你可真是既打不齐劝呢！来呀，将六皇子给我请出去！是。放肆！所有人都给我滚出去，把门带上！我看谁敢进来！这位女侠，为何要为六皇子卖命？若女侠不嫌弃，我可以为你举荐五皇子。五皇子可是将来继承皇位的唯一人选。因为他是我的男人。有什么问题？钱家主，既然你不愿意跟我赌，咱们不妨直接进入正题吧。在这张欠条上画押8100两钱花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你说对了，我就是来抢钱的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我是不会欠的，钱家没有这么多钱。没钱不要紧，咱们直接去抄家呀。你乖，赶紧签字。我不签，我背后可是有五皇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告诉你，本皇子的忍耐力是有限的。我不签。啊，那就由不得你了。哼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卑鄙！行了，进来吧。丞相，把你指甲的罪魁祸首，我已经剁了他一根手指。如果你觉得还没有尽兴的话，剩下9根手指任你处理。多谢殿下为奴婢出气，奴婢愿生生世世为殿下当牛做马。哎呀，牛马有什么好当的？要当就当。表姐，我的意思是要当就当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嘛。还是赶紧找到秋香和冬香吧，不然有你后悔。你看，还是表姐。钱老板，干嘛去啊？殿下，宝剑如何呀？好，这皇子剑当然是极好了。还是你有眼光，这剑是父皇赐我的宝剑9归，夏皇8剑之一。夏皇8剑，那你把它还抵押给我，是嫌我族仆人不够多是吧？看你握剑握得这么紧，难不成你也想当皇子啊？不，小人不知道，殿下，求殿下你饶了小人啊！可惜了，我以为你能办出什么大事。干个屁呀！我要知道那是夏皇8剑，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敢给你抵押呀！六殿下，不，六祖宗，你收了神通吧，放过小人吧。好，你和我的账两清了。殿下开什么玩笑？还有什么账啊？这1000银两，就当小人给殿下吃酒了。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收下吧。带着他，我们走。各位，如果这些银子不够各位在前世赌坊输的，不妨随本殿下一同前去抄家。我操，
这还是六皇子吗？不是父母，这桌子上银子是真的。你们说六皇子唯独没动钱小姐，还带走了她，该不会是想办了她吧？你这不是屁话吗？哪有抠门而不入的？有道理啊！六皇子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不对，我得禀告五皇子，不然钱。小贱货，听说你俩就是他的贴身丫鬟啊？六皇子那么废物，包都没给你们开过吧？殿下才不会像你这样龌龊！妈的，在我手上还敢这么嚣张，信不信我马上就杀了你啊！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们！殿下和小姐也一定会为我们报仇的。你说的那个废物啊，早就已经是五皇子的盘中餐了，他拿什么来跟你们报仇啊？至于你们口中的小姐，等五皇子弄死了六皇子，老子第一个齐了他！嘿，淫贼，你不得好死！妈的，敢吐啊！妈的，皇子的身份压我就算了，你也敢辱我？妈的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上了你？谢谢皇！你放开他！你放开！再就上了你！少爷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啊？赌场那边我爹不是派人去处理了吗？他还能捅破天不成？可是六皇子还真的杀进来了，老爷被剁手指了，小姐被抓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钱少爷，别来无恙啊！殿下，殿下，来喝一口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殿下，混账！大晚上来惊扰我，是不要命了吗？殿下，事关六皇子。老六，那个废物刚被抄家，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能嫌弃什么了？泡着。可是金虎让小人传达给您，殿下要是再不去，钱家可就真的灭了。什么？带路。是。是魔生是。哦，竟有此事。这么说，五皇子已经动身，六皇子除了黄埔家的那个丫头外，再无可用之人。正是，按大夏律，立为皇嗣者准有带甲侍卫54人。五皇子早年已被陛下立为皇嗣，但六皇子今日被陛下立为皇嗣，还未派人过去。这个老六啊，还是过于木讷，朕不给，你就不会要吗？赤手空拳，怎么跟老五斗？不跟老五斗，朕又如何坐稳钓鱼台？有合适人选吗？朝堂之人，老奴也不清楚，全凭陛下做主。前阵娘子可是武侯唐家。正是。那便由唐家之女唐赛儿亲率54人，成为六皇子的亲卫。该怎么跟唐赛儿说？你应该知道吧？钱家若想报仇，那便替陛下看好六皇子。去吧。周彻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姐，你们伤了我爹，还绑了我姐，你想干什么？现在说这些话还有什么意义？不是，我钱家抄你们家是奉命行事，罪不至死呀。你说对了，我呢也是依法抄家，只不过你们钱家呀欠我的太多了，只能以命抵债。这8100两，不可能！周彻，你他妈蒙我！我，哎呀！感谢殿下与小姐相救，奴婢愿为殿下与小姐生生世世当牛做马。哎呀，这牛马有什么好做的？要做就做。
有什么事儿起来再说。谢殿下。你弟跟你爹一个德行，这样吧，我呢给你2条路可选：一，跟我合作，你弟、你爹都能活；二，冥顽不灵，全家陪葬。你敢动我钱家，五皇子不会饶了你的。哦，冥顽不灵。这样，我再给你2条路：一，乖乖听话；二，全家陪葬。你想让我出卖钱家和五皇子做你的狗？没错。我呸！你做梦去！本姑娘宁死不屈，你有种就给我个痛快！这真他妈死鸭子嘴硬！这是。哎呀，东海甄家跟五皇子娘家有世仇，说他凭什么会同意结婚？别告诉我你不知道，你们钱庄可是五皇子洗钱的地方。还是不说是吧？好啊！我说，求你放过我弟弟！完了，刚刚直呼本皇子名讳，已经是死路一条。我愿意替你卖命，我可以做你的狗，求你网开一面吧。我觉得你们钱家还是有点用处。我本来是想留你们一条活路，让你替我办事，可是你呢？太不听话了。你死之后，你母亲、你姐妹、你兄弟，还有你的家人，全都会因你而去。奴婢知错了。女眷可留，男丁皆死，可有异议？可是弟弟他……多谢主人。我大夏女眷，为了防止有复仇之心不灭，你应该知道要做什么吧？奴婢知晓。行了，现在可以说一说东海甄氏跟五皇子之间的事儿了。殿下，人已到齐。还他妈愣着干什么？冲进去！是。上。谁敢再往前半步，本皇子要了他的狗命！哼！诸位，钱家刚刚被本皇子除去，你们就赶到这儿来，难不成是想跟本皇子黑吃黑？来，有本事你往这射，还有你，哼，尽管往这砍！你他妈要是不想活，别他妈带上我！放手！怎么不敢射？那你他妈张弓作善！一个个都把手放到自己的裤裆里，好好摸一摸自己的家伙事儿还在不在？六皇子，其实我去！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跟本皇子说话？去，把你家主子叫过来！我的好哥哥，我知道你在外面。别躲在后面当王八了，被你称为废物的六弟都敢身为人先，你却躲在后面吃屁，这符合你的身份吗？六弟，那你在这月黑风高之夜，在钱家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就符合你的身份吗？当心今天早上刚收到的皇室剑，明早就被收回去了。怕有个屁用！以前我怕得很，连女人屁股都不敢碰。结果呢，却被你诬陷亵渎你的未婚妻，还要将我流放出去。现在老子不怕了，敢当着你和父皇的面，把甄氏从上到下摸个遍。怎么，有本事你咬我啊！老六，还有，本皇子今天过来
是正大光明来讨债的。至于那些你所谓的见不得人的勾当，皇兄，你做的不比我少，父皇管过吗？哼，知道父皇不管就好，愣着干什么？直接给我上！我操，这就开干了！你他妈看你大爷的！给我活劈了这个废物！哈，殿下，真劈啊！他可是……你不会避开要害吗？哎，遵命。眼下该怎么办？春香他们怎么还不来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如果真的被老五抓到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表姐，我引开他们。你掩护我，生擒五皇子。清醒一点，五皇子现在比谁都想让你死。哼，来，主人快去！哼，六皇子无德，行暴举灭钱家，诸位速速将其拿下，押入天牢。是。去你妈的！小心，主人小心！六皇子，对不起了，都给本官住手！嗯。殿下，您没事吧？还好你们来得及时。头儿，廷尉府的人怎么来了？不来你等死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仙人打架，凡人遭殃。这五皇子和六皇子，就算是把屎打出来了，那也是皇子。但是我们要帮他一根汗毛，你祖坟上的族谱都不够看的。我明白了，你是假装打六皇子。你不说话能死啊？真没咱们什么事了，后撤。天子脚下，舞刀弄枪，你们都不想活了吗？贺长林的手下，你是？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本皇子是谁？五皇子。卑职廷尉府徐言，见过五殿下。既然认出了本皇子，还不快带你的人滚！不要妨碍本殿下办事。这，早知道是这二位仙人斗法，说什么我也不会来啊。这下倒好，要帮谁都会得罪另一个，谁都不帮，又落个失职之罪。殿下，请恕卑职不能答应。若是卑职真的离去，只怕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卑职啊！混账！你个不开窍的！有本皇子在这儿，谁敢取你脑袋？当然是父皇啊！五哥，一个小人物而已，你就别为难人家了。还是六皇子通情达理呀！干脆跟着他回廷尉府录笔录啊！录好了之后交给父皇就行了。哼，身为皇子，厮杀劫掠要去做笔录，也该是你吧？我 ？No， 我只是单纯来讨债而已。讨债？哈哈哈哈！应该是你欠钱家的债吧？更何况，就算钱家人欠你的债，也不是你杀人的理由。哎呀，五哥你有所不知，实在是钱家欠我的太多了。钱少爷跟钱家主实在还不起，只能以命相抵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哎，红雪就在这儿，不信你问他呀。咱们的事儿，他知道多少？五殿下，小女子不知道您在说什么，但钱家确实欠了主人很多钱，怕是连您也还不起啊。连我也还不起。钱红雪，你们钱家也是跟了本殿下很多年了吧？这种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不觉得可笑吗？五殿下，既然您那么有钱，不知殿下可否愿意替小女子将钱家欠六殿下的债务还清？若是这样，钱家便可再次为殿下服务。钱无雪，你……是啊，五哥，你说说，如果我要是从他嘴里套出什么话的话，他还会安然无恙的站在这儿吗？你说你那么有钱，干脆就帮钱氏把欠的钱还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安然无恙的把钱氏奉还给你，好让他继续在京都帮你洗钱。我还有你的表姐，4个同房丫鬟，以及宝剑9哥，都一并奉上。可以，
但如果你还不上呢？哼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老六，你怕是对五哥的财力一无所知吧？你如果还不上的话，就把你的宝剑天章送给你。哼，没问题。殿下，天章可是夏皇八剑之一，他的九哥不也是吗？更何况还有这么多美人呢。既然如此，击掌为誓，谁若反悔，人神共罚。哼，六弟，哥哥就等着你把几位美人送到哥哥床上了。五哥呀，五哥，你怕是对前世所欠的钱一无所知呀？哼，8000，1两，老六，我操你妈！哎呀，五哥，一手交钱，我一手交人，你他妈耍诈！这些钱够买大半个大厦的了，钱家怎么可能欠你这么多钱？我怎么可能使诈呀？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钱家欠我8100两，上面还有钱家主画的押呢。你怎么？你想反悔呀？是你们两个串通好来骗我！小女子句句属实，钱家确实欠了主人很多钱。你不是说你没从他口中套出话吗？他为什么救你主人？没错，我确实没有套啊，是他自己主动跟我说的。你们呀！气杀我也！从小到大，本皇子从未受过如此大辱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往死里揍！只要揍不死，我兜着。殿下，揍谁啊？胡殿下，万万不可呀！陛下要3令5申，皇子之间……我去你妈的！皇子之间的事少他妈管！你们现在我看谁就等给我上！是。好。哎呦！钱家！哎呀！末将唐塞尔护驾来迟，还望殿下恕罪。唐塞尔，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表姐，红雪表妹，奉陛下之命，自今日起，我来担任六皇子的亲卫统领。父皇让你来的？正是。大胆！何人敢阻拦本皇子办事？五殿下、六殿下，圣上口谕，天快亮了，你们该回去休息。父皇真是这么说的？殿下若是不信，自可前往宫中面圣。哼，慢着，五哥，走之前，你是不是忘点什么事了？忘什么？忘了揍你吗？你大可来试试。你放心，总有一天会死在我手上。好。在此之前，你先履行自己的赌约吧。这个应该是我的了。宝剑天章，父皇所赠，岂能？没错，五哥。不过你别忘了，我大夏国的国训乃是信誉二字。你身为皇子，难道想要以身试法，为师不成？六弟，钱家这事，我可以不追究。哼，欠条在此。你本来就没有资格追究。那位兄，补偿你黄金10000两。五哥，你如果能把这个欠条还上，同时能把嫂嫂们都送给我，我暂且可以考虑考虑。老六在呢。你我兄弟之间大可不必如此。兄弟，好，那你叫我一声哥来听听。你什么？大哥。什么玩意儿？没听清，大点声。哥，听见了吗？哎，哥不答应。你信不信我？怎么想要杀我呀？哎呦，好啊，来，啃智子，啃智子。
殿下莫冲动。皇子之间自相残杀，那可是死罪呀！你想的真他妈是时候！我跟你先拿来吧。我的禁军统领，这个是本皇子送给你的剑面。殿下，此剑乃是夏皇8剑之一，末将不听我，末将不敢。那就把它拿好吧。老六，夏皇8剑，你怎敢轻易送人？我就让他帮我拿会儿，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赠与总比输给别人要强吧？你，好，你给我记着，今日之辱，他日我便百倍还之。放心吧，五哥，我记住了，而且我还会记住，即便我甘心做个废物，你也会想尽办法置我于死地。不过我也跟你提个醒，今天只是我复仇的开始，钱家是我的，天章宝剑也是我的，还有你那未过门的我的皇嫂，也将是我的。哼！别他妈装了，走！殿下，殿下，武殿下怕是从此记恨上我了。今日之事成了你的情，日后如果老五找你麻烦，随时来找我。六皇子这隐藏多年，心智超凡，直至被逼上绝路才露出真容。若是能攀上六皇子，将来或许也不是没有封侯拜相的可能啊！下官在此多谢殿下造福。哎，别谢那么早，因为你是我目前在朝中最大的人脉啊！哼！都下去吧。夫君何故生这么大的气？何故？还不是那个老六！没想到这个废物居然这么能忍，要不是今天逼了他一把，还把我当傻子耍呢。六殿下娘亲死得早，年纪又最小，宫中无人帮衬，外戚又远在西凉，如此装作废物，倒也说得通。若是如此，那将这甄婉儿嫁给六殿下，岂不是如虎添翼？哼，放心，虽然那贱人今日在殿上说要嫁给老六，这件事儿他还做不了主。殿下的意思是，之后才是，先帮本殿下泄泄火。殿下，不知殿下光临，老夫有失远迎，还望……废话少说，今日我是来下婚书的。婚书？少跟我装糊涂！你若不想事情败露，便乖乖的将你女儿嫁我为强。不然我让你甄家在大夏除名。啊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哎，老婆，表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怎么样，找到了吧？我的六殿下，我在整个京都都找了一圈，都没有看到你说那个鲁元矿。啊？那这回东海甄家算是玩完了。我看您心疼婉儿吧。哎呀，表姐，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呀？主人，你要找鲁岩矿，那东西不是有毒吗？你知道鲁岩矿？我知道啊，只是主人，您能不能不要找那东西？跟我谈条件？奴婢不敢。只是您所需之物河东极多，钱家本来在那里有……哦，不是主人，您原本在那里有一座山，用来开采铁矿，但开采到一半，铁矿尽无，剩下全是鲁岩矿。
也就成了废矿了。谁说那是废矿啊？那个是个好东西啊！快，跟我前去。是。吁，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？主人，我母亲年事已高，身体还不好，您能不能网开一面？这样奴婢一定当牛做马报答您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就不将她嫁给那些人。日后如果你表现好的话，可以接来身边照顾。真的，多谢主人。奴婢一定尽心。你让我找的就是这个破石头。石头？这可是宝贝。这有什么用吗？表姐，就是这个可以让东海真氏彻底脱离五公子，坐上我这辆战车。就这个？没错。表姐，我记得昨天在赌坊的时候，某些人好像说，如果我赢了赌局，就会让我先上车，对吧？啊？不！哎呀，有人呢！怎么，你想反悔啊？我才没有呢！我什么时候反悔了？昨天晚上我去你房间的时候，谁让你睡得那么香，叫都叫不醒。啊？我表姐昨天晚上来找我了。表姐，昨天那不是弟弟跟老五斗的实在太厉害太累了，要不今晚咱们捉一下？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大事不好了？这边的事由我表姐大呀。甄婉儿的婢女特意传来消息，说五皇子一大早就去甄家提亲，要在今日与甄婉儿成婚。你说什么？殿下，您要今日与萧女成婚，是否太着急了些？婚姻大事，毕府诸事皆未准备妥当，能否再宽限2日？那些繁缛免了吧。可是亲人都还在路上呢，最早也得明日才能到达。您看，够了，本皇子殿下只是娶房妾室罢了，不用那么隆重。今日甄婉儿与本殿下2个人在就可以了。至于其他人来不来又如何？哼，五殿下，我甄氏也是要面子的。面子？私开盐矿，盗取皇家之财，这可是株连9族的大罪。你到底是要面子，还是甄氏全族的性命啊？殿下这是在逼婚。能与皇室攀亲，那是你们甄氏的荣耀。我本来想给你们留几分薄面，但你们如此冥顽不灵，休要怪我心狠手辣。过来！不要！二位，时间不早了，本皇子要洞房花烛了。殿下，您能不能？不能！甄家主要是再啰嗦，本殿下今日就上殿告发你甄氏私吞盐矿之事。莫冲动啊！婉儿，爹对不住你啊！六皇子到。他来了，可是那又如何？五皇子捏着甄氏的死穴，这是无法改变的。他来干什么？去把他给我拦下！就说为兄的正在洞房，他这个做弟弟没资格打搅。是。让开！什么？老六，你这是作甚？抢亲！放肆！你明知道甄婉儿是你皇嫂，还敢抢亲，是在有违礼法。父皇已经说过，甄姑娘倾幸于谁便属于谁。而当日在朝堂之上，甄姑娘已经说了愿意嫁给我为嫔，所以我又何为礼法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他说的有个屁用！让他滚，则后果自负。不必了，你们甄家盐矿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所以甄家没有办法赶我出去。钱红雪那个贱人告诉你的，是又如何？所以六皇子要以此要挟我甄氏吗？
真武，放心吧，我不像某些人那么下三滥。我来呢，不是要挟你甄家，而是帮助你们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？没错，我可以证明甄氏无罪。啊！六殿下，所言当真？千真万确。笑话！老六，甄家有罪与否，是你能说了算的吗？五哥要是不信的话，不妨我们再来赌一把。六殿下请。我倒要看看你能耍出什么把戏。哎呀，你磨磨蹭蹭干什么？赶紧打开，证明甄家无罪呀！甄氏私自开矿的账本就在本皇子手上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废物是如何将黑的说成白的。哼！不好意思啊，五哥，此物只能给甄家人看。你呢，先出去吧。哼，那你倒是试试看，这里谁敢请我出去？五哥还是出去候着吧。如果在开门之前我不能让甄家主说出一个滚字，此剑还你。你最好别让我失望。六殿下，您所说脱罪的方法是？这是何物啊？这是鲁岩矿，殿下莫非是想拿此物为我甄家脱罪？还是婉儿聪明。殿下，您莫要开玩笑了。谁人不知这鲁岩矿有毒啊？您若是想用它来填补我甄家的窟窿，这简直是把我们直接送到刑场啊！如果我说我能去除其中的毒素，把它提炼成可食用的精盐，殿下，此话当真？我怎么会？哎呀，拿我老丈人全家的性命开玩笑！这话可别说的太早。赶紧找人把这些东西给我拿过来啊！我亲自演示给你看。快去办！父亲，他们皇家就没有一个好人，不得无礼！哎呀，快去呀！给我！哎呦！哎呀！此人身形魁梧，力量惊人，若是放在军中，定是一员虎将。殿下，您这个提炼乳岩矿的方法真是无价之宝啊！甄家主，你对外就说此方法归你们东海甄家所有，而账本上被五皇子造假多出来的颜料，都是通过此方法提取鲁岩矿所得，而鲁岩矿一直被大夏视为废物，更非皇室所专有，所以私自开取盐矿、盗取皇室之财的罪名也就不成立了。殿下，您……哎呀，殿下，您对我甄家的再造之恩，甄家上下无以为报。日后甄家必定以殿下马首是瞻。还不快跪下，给殿下磕头道歉！方才无礼，还请殿下恕罪。无妨，无妨，无妨。还望殿下今后对家妹好点。日后殿下若有令，我甄武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别，可以了。殿下，犬子是个粗人，还望殿下见谅。没事，我喜欢。殿下，您若不嫌弃，您与小女的婚约，您看？哦，刚刚我说这个抢亲之事，其实只是权宜之计。不过
我对婉儿姑娘也确实有意。当日在朝堂上所说也并非虚假，我确实打算迎娶婉儿姑娘做皇子嫔。不日待我进宫，便向父皇禀明，择以良辰吉日，便迎娶婉儿姑娘。皇子嫔，哎呀，我甄家本是平民，没想到竟得殿下青睐。知己，我甄家所有资源全凭殿下调遣，如有半句虚言，五雷轰顶，求诛寂灭。本皇子要的就是甄家所有的资源。啊，家主，五皇子仿佛有些不耐烦了。殿下，老夫去就来。殿下，末将官甄家主脚步匆忙，八成是来道歉的。甄家主，把老六逐出甄府，将天章剑还来，再来与我说话吧。五皇子，大门在那儿，恕不远送。你说什么？你他妈找死！敢这么跟殿下说话？五皇子乃千金之躯，我等自然不敢冒犯，但这是我甄家之内，老夫自护门庭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甄家主，这个态度跟我说话，想被灭族吗？只要我不依附你，你就会灭了我甄家。灭与不灭，完全取决于你五皇子有没有这个能力，而非我甄楚河的态度。你选择了老六，哼，多说无益，滚吧！哼，好，甄家主，你就提前准备好后事吧。这不是我的五弟弟吗？皇兄，下次来我岳丈家，记得别空手来。老六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得到。哼！哼！一个不留！甄氏私开盐矿，盗掘慎重，为彰显国法，即刻捉拿，打入天牢。若有反抗者，杀无赦。是。殿下请。来了个真够快的。为国效力，不敢怠慢。陛下，此事与你无关，还请你站到一旁，莫要妨碍了国事。哼！莫要冲动，你们先配合他们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。全请殿下安排。来人，将甄家要犯统统拿下！哼！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和婉儿已然采纳问明之礼，父皇也曾许诺，所以他算半个皇家人。你们行不动不得。如果真的想把他带走，到我父皇那儿要圣旨过来。殿下，甄家犯的是大罪，难道你真的想娶一个犯人吗？是不是犯人，不是你说了算。怕是让殿下失望了。此案正巧由下官处理。下官还是有几分说了算的。不过殿下既然执意要留下此女，那下官就会刑部等陛下的圣旨了。带走！你放开我！我能走？殿下，父亲和兄长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放心，我现在就进宫面圣，相信要不了多久，岳丈与舅哥就会安然出狱。表姐，你现在就带着唐统领去找徐岩，让他带着廷尉府的人去天牢看着刑部的人。殿下，
廷尉府的徐言可是贺长林的人，让他去。放心，不需要他做什么，只要他在场即可。这样贺长林就不会耍什么阴招。他若是不从呢？你以为陛下赐予的天诏是摆设？末将明白。我们现在就进宫面上。父皇，儿臣有事禀奏。父皇，儿臣亦有事要奏。你这候着。庞统领来的不巧，我们徐大人今日请假休沐了。休沐？走，带我去找他。皇甫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小的正在直走，然后左转，小的这就带二位大人前去。哎呀，昨日之事，若是五皇子不计较，我能否抽身而退？我若是不解释，五皇子能否相信呢？大不了辞官回家，也能保住条小命。可我花了大半辈子，才弄个廷尉府五品官，就这么回去。哎，少说废话，穿上衣服，速速出来。两位大人，我能拒绝吗？你可以试试。也罢，徐某人小心翼翼了半辈子，也才混了个五品官。今日就同六殿下赌一把，来他个不破不立。走。哎，你们继续。启禀陛下，河东之地连灾无烟，百姓艰苦，民不聊生。去年开始，更是有不少难民落草为寇，与我大夏为敌。近日，以郭振岳为首的贼寇更是猖獗，烧杀抢掠，已经抵达淮阳塞。若是再不出对策，恐怕要酿成大祸。你们兄弟二人来得正好，河东之难，尔等可有良策？回父皇，区区贼寇，发兵讨之即可。所言不错，当如五皇子之言，贼寇犯境，当发兵讨之。陛下，此意不妥。近年来，为了讨贼，屡耗钱粮，国库压力极大。若再发兵讨贼，财政怕是难以支撑。卢尚书，此言差矣。若不出兵讨伐，这帮贼子一路北上，剑指京都，威慑陛下安危，到时你可担得起吗？就是，卢尚书如若是不同意讨贼，倒是拿出好法子来。你好了，除了讨贼，尔等还有其他解决之道。老六，你可有何？回父皇，河东土地贫瘠，年年旱灾，蝗灾之下，百姓已无活路可言，他们只能落草为寇，四处掠夺而生。这种情况下，贼寇是讨不尽的。所以想要处理河东的难题，问题在于需要另开他产，百姓有工可做，有钱可赚，可以自养自足。若是河东百姓都能够好好生活，谁还愿意做刀口舔血的贼寇呢？陛下，六皇子所言直指要害，让河东百姓有生存之根本，才是正理呀。哼，说得好听，还另开他产。我大夏子民皆以农为本，河东之地早已贫瘠之极，他产是那么随便开辟的吗？五皇子说的没错，若是拿不出具体措施，只凭他产二字，那是没有任何用处的。父皇，儿臣手中恰好有着所谓的他产，不过在此之前，还请父皇准儿臣上诉一事。单说无妨。启禀父皇，五皇子周明勾结刑部尚书贺长林，捏造罪名，诬陷甄氏全族入狱，还请父皇明察。好你个老六！本皇子没有上奏告你，你却先倒打一耙。父皇，
莫要听老六胡言乱语。甄家之事，实乃甄家私开盐矿，盗取皇家财产，论罪，当诛九族。而六弟贪图甄婉儿美色，欲行包庇之罪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还望父老五，你原来不是想和甄氏联姻吗？怎么如今反倒控诉起他们来了？之前是儿臣眼拙，如此罪孽之族，岂可与我皇室攀亲？父皇，甄氏所产的盐量与其上报皇室的盐量差额巨大，刑部已经掌握了账簿，证据确凿。老六，物证已有，你要如何为甄家开脱呀？父皇，甄氏无罪，所以开脱之词并不存。五皇子刚刚所说的账簿并非是物证，而乃实情。六弟，你怕是被甄氏迷糊涂了吧？父皇，六弟刚刚亲口所言，甄氏私开盐矿是事实，还请父皇下旨严惩甄氏。五哥，你刚刚是不是没听清我在说什么？本殿下听得清清楚楚。你刚刚亲口所说，甄氏账簿上多出来的盐量，乃是他们私开盐矿所得。那如果说甄氏多开的盐矿并非是私开，而是光明正大的开呢？什么？启禀父皇，甄氏多开盐矿不假，但据儿臣所知，甄氏多开的盐矿乃是整个皇室以至于大夏弃之无用的废矿。既然不属于大夏的物品，那甄氏何罪之有？你说是？老六，休在这胡诌！我大夏何时有过可以开出精盐的废矿？五哥，不懂就多读点书，以免在这儿丢人现眼。你，既然六弟你学富五车，那你便将那能开出精盐的废矿拿出来，让我大夏的满朝文武瞧瞧。若是拿不出来，便是欺君。老六，我要卖关子了。是。老六，这就是你说的能开出精盐的废矿？不错。胡言！五盐矿含有剧毒，你当众戏耍朕不成？父皇所言极是，老六不光包庇甄氏，还意图欺君，还望父皇降罪，以儆效尤。五哥，你急什么？你就这么的巴不得我早死，好继承父皇的皇位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我早死，你也继承不了。父皇正值壮年，除非你……老六，你休要胡言！那就让我把话说完。少在这里。启禀父皇，鲁盐矿有剧毒，乃天下所知。可是甄氏却有一秘法，可化解鲁盐矿的剧毒，提取精盐，变废为宝。你说去除鲁盐矿之毒，提炼精盐，变废为宝？老六，你此话当真？如有半点假话，儿臣愿自刎于殿前。快，速速呈上来！这便是鲁盐矿提炼出来的精盐。没错，父皇不妨请人按照此方法进行提炼，绝无半点虚假。不错，朕相信你。不然真是保不住不说，还要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，何苦呢？看来唐塞尔的消息并未有错。陛下，若此法为真，那将为我大夏每年平添一笔巨款呐！而且现此法之人功在千秋，便是为他造一座生祠，也不足为过。不对，不可能！甄氏要是有此秘法，又岂会被我逼到那般田地？
等等，这秘法是这个废物拿出来的，不行，不能让父皇相信这东西是真实的，不然以父皇的性子，真实就有活路了。我说过，我得不到的也绝不会让别人得到。父皇，此法绝非真实。父皇，此法绝非真实所有。老五，你怎么知道？父皇，此法乃老六今日上午传给甄氏的。甄氏此前根本不通此法，他们所盗取的依旧是昔日盐矿所产之盐，依旧是我皇家之财。五哥，说话要讲证据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将此法传授给甄氏？你，父皇，据甄氏口述，正是五皇子协同刑部尚书以严产亮要挟，迫使甄氏就范。甄氏深知情恶而无德，恐将此方法献出之后会被五皇子所贪，反将甄氏卸磨杀驴。无奈之下，甄氏只好私下找到儿臣，望臣今日登门将此方法当面授意，好呈现在父皇面前，以防被歹人所获。老六，你说谎的本事真是日益见长啊！你信不信？父皇，我大夏向来讲究商贸自由，国同民共富。若人人都如五皇子借权协商，恐天下商人无不人人自危；若人人都如五皇子正室夺女，恐天下为父母者无不切齿。父皇，五皇子此举，一见大夏之法度，二是皇室之颜面，三有违国训之厚德，还请父皇严惩，以儆效尤。你放屁！老五，父皇，就算此方真为甄氏所有，那甄氏暗据此方，不献朝廷，反而暗自开采，直到走投无路才让此方现世，同样有罪。甄氏在有此方之前，鲁盐矿为天下所知为废物，国家同样未禁止开采。人家以自己之方开采国家未禁之矿，你就要定人家的罪，这跟因公获罪有什么区别？又让天下人如何评价父皇？父皇，五哥，你到底是想构陷甄氏，还是要丢了父皇的颜面？不妨直说。父皇，你莫要听老六胡言，儿臣……好了，不必争论，朕还没有老到是非不分的地步。既然是献宝，那自然有功，何来治罪一说呀？可是父皇，甄氏进献炼盐之法，以富国家，功没大焉，特授侯爵，时2000户，世袭罔替。婉儿真是谢主隆恩。本以为当日只是玩笑之言，却不曾想到他竟如此中恶，甚至竟将如此贵重的秘方赠予我甄氏，助我甄氏脱困。看来那夜的选择并未有错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令刑部尚书贺长林知法犯法，善用职权威胁皇生大户，企图谋利其中，即刻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只字不提牢。看来皇帝老子还是打算放过他。老六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当然有了。父皇，五皇子恶而无德，强抢民女，残害良民。父皇，您赶快请人把他赶出去，剁了喂狗吧。老六，你来人！父皇，你千万不要听信老六的谗言，我可是你亲儿子。重打五皇子30大板。父皇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父皇，父皇，多谢父皇。老六，这回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父皇，鲁盐矿终究要外包给皇商，干脆就近，外包给儿臣跟甄氏。儿臣准备在河东开建一个大盐场，这样一来可以开矿取盐，二来可以雇佣当地百姓做工，百姓有了钱赚，谁还会跟着郭贼谋反呢？如此一来，既能开矿起盐，又能安抚暴乱的百姓，岂不两全？陛下，六皇子所言，方乃富国安民之策。有此良计，乃陛下之福，乃我大夏之福也。这老头跟我有亲戚啊！
这一会儿已经捧我2次了。我也觉得此计甚好，但是你与甄氏联合承包，人家甄氏可以出方，那你出什么呀？我出钱啊！你有钱？我没钱，不过5哥有啊。老六，你他妈的做梦！父皇，你看5哥连这点钱都不愿意出，干脆还是拖出去斗去喂狗吧。我看你啊，打的还是太轻了，让我来。不用。怎么？要不还是剁碎了扔出去喂狗？你说个数。不多，500万两。500万两？你当本皇子开钱庄的？没有。父皇，儿臣建议还是直接去5哥家搜。哎，别，有，我给就是了。多谢5哥，我和你弟媳会牢牢记住你的恩德的。该死的老六，前世被你端了，天正输给你了，好不容易要到手的东海首富也被你挖了墙角，如今更是当着父皇的面坑我500万两黄金。老六，你一天不死，我怕是一天都不得安生。哎呀！父皇，儿臣以为建盐场的钱是儿臣出的，六弟又不善经营，待他建好了盐场之后，由儿臣来管理。5哥呀，5哥，刚刚这30大板打的是不是太轻了呀？老六，如今河东匪患正盛，你将这盐场建在河东，若不交由儿臣打理，怕是最后就便宜国贼了吧？盐场是我建的，我也交给谁就交给谁。5哥，你管闲事管的是不是太多了？更何况河东一带有骑兵营驻扎，怎么的？他们是干饭的。殿下，骑兵营自有四处巡防任务，怕是无法时刻看护您的盐场。为了稳妥起见，还是将盐场交予5皇子代理。不错，5皇子在军中颇有威望，河东贼寇异之，有他在，必能保盐场无恙。臣附议。盐场利润颇大，他们都是老5的人，自然要帮其争取。看来朝中无人是我的硬伤啊！陛下，盐场经营不是靠武力变行的。再者，东海甄氏乃是皇商，经营之道自然占优。臣以为盐场之事还是交由6皇子与甄氏最为妥当。吴尚书所言极是。再而言之，即使老六与那甄氏的盐场，便由他自己做主吧。朝廷只需要按时收取费用即可。可是父皇，另外，正如6皇子所言，盐场毕竟关系河东大局，骑兵营理当多加看护所事。事已毕，退朝。老六留下。父皇，您是还有什么事要教导儿臣吗？朕知道你吃了多年蛰伏的亏，如今要起来，必采用非常手段。但你记住一点，手段越非常，你触及的利益便会越多，日后面临的阻力也会越大。换言之，你若不缓和，将来你的路会是最远的。儿臣只知缓和则死。你呀，你的确聪明，连朕都瞒过了。既然你心中了然，那就大胆去做。可还有事？父皇，既然撤了贺长林，可否提拔魏廷府徐延担任刑部尚书一职？甄家主受惊了，我专门为2人
准备了美酒佳肴，给二位压压惊。贺大人乃朝廷命官，又身处刑部要职，也做得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下三滥行为。甄家主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不明白？我只知道我是一片好意。呸！酒里若是没毒，你先喝一个试试。哈哈哈哈哈！甄公子不愧是性情中人，只不过这美酒佳肴是有人专门为你们二人准备的，我不能夺人美意，不是？甄家主，我劝你还是将美酒喝了，听我一句劝，要不然撕开盐矿是灭族之罪。就不劳贺大人费心了，我死不了，甄家也灭不了。如此大罪，甄家主还赌自己死不了？甄家主啊，你多虑了。既然我必死无疑，贺大人又何必来这一出呢？要不是五皇子特意叮嘱我，你以为我会来干这种脏事儿？既然甄家主不配合，那就别怪本官不客气。来人，给我直接灌！你们要干什么？给我滚开！好啊，甄家父子，自知罪孽深重，试图越狱，速速将其拿下，格杀勿论。阿乌，不可冲动。爹，不冲动他就给咱们喂毒酒啊！左右都是死，不如搏一把。愣着干什么？快快将其击杀！还有谁？弓弩手准备！给我放！还愣着干什么？速速将此僚击杀！谁？二位，此地乃天牢重地，尔等无权涉足此地，劝你们速速离去，否则别怪本官不留情面。我们的确不该踏入此地，但有人可以。哈哈哈哈哈！二位想阻止本官，也得找个像样的人嘛。徐言乃是本官手下一个小小的五品官员而已。贺大人，此乃天牢重地，您在这儿做什么？徐言，你叫本官做事不成？贺大人，下官不能看着您犯错呀。徐言，你藏得够深呐！但是挑主子，你还要把自己的眼睛擦亮，不是？别随便一个破腿你就往上报，难道你嫌自己的命长了吗？我只知道，身为朝廷命官，又是廷尉府的执法之人，一切都要以律法而行。你说是吧，我的尚书大人？徐言，你在恐吓本官不成？实话告诉你，此酒我乃是为了逼供吓唬他们而已，本官本来就没让他们喝。你放屁！你刚刚明明叫人往我爹嘴里灌。是又怎样？别忘了，此地是天牢，是贺长林的地盘。是吗？从现在开始就不是了。见过殿下。殿下，卑职见过殿下，不知殿下刚才所说是何用意？字面意思。字面意思。殿下，您身为皇子，不能调戏朝廷命官啊，这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是吗？那贺尚书，你可要站稳了。有劳刘公公了。六殿下客气。甄氏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东海甄氏现炼盐秘法，
于国有大功，特赐侯爵之位，世袭罔替。哎，刘公公，真是他是私开盐矿，犯的是死罪，怎么能封侯爵之位呢？贺大人的意思是，咱家驾传圣旨。下官不敢。那就是说，我甄家封爵之事确实当真。甄侯爵，接旨吧。哎呀，我甄家世代平民，绝也。爹，你怎么了？任州，爹，怎么还不醒啊？医书上明明是这么教的呀！哎哥，你掐错了，那不是人中。爹，甄家主，还好你醒过来了，不然我真成千古罪人了。多谢殿下救命和赏赐之恩，老夫保证，甄家上下全听殿下之言。哎呀，别跪了，我跟婉儿现在已经有了婚约，你这么做，这是折煞小子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真是这么大的罪，不但没死，还封爵了，简直离了大谱。等等，这么离谱的事儿发生了，接下来该不会是搞到本官身上吧？李公公，这……陛下有旨。贺长林身为刑部尚书，知法犯法，以权谋私，即刻撤出尚书之职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这什么？贺某人接旨吧。徐大人莫怕，由于刑部尚书下狱，尚书一职暂缺，故六殿下推荐由徐大人暂代尚书一职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是陛下圣旨。这还愣着干嘛？赶快接旨。谢主隆恩。殿下，徐尚书，望你好好努力，早日把这个袋子给摘去掉。下官定然不负殿下期望。短短一日，竟让我从五品小官上升至2品大员，胜过我几十年的奋斗。看来我徐某没挑错主子。徐大人，那此人就交由您处理，咱家先回宫复命去了。来人，将嫌犯贺长林以及党羽全部打入天牢。不能这样，六皇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可是五皇子的人，五皇子不会放过你的。兄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带你回去。我不回去，我说了，我就算是跟皇甫家断绝关系，我也要在这儿。他亵渎皇嫂的事情已经传回西凉，他废黜在即，你现在不走，难道留下给他陪葬吗？兄长，阿彻他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我觉得皇甫家是时候重新正视他了。好了，诸事已成定局。当今五皇子能力超群，党羽众多，势力遍布朝野，就算他有所改变，他又如何能与五皇子抗衡？我此番前来不为其他，就为了带你回去。我不回去，不走也得走。我不回去，必须得跟我回去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送死。来人，请小姐回西凉。住手！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不准去！老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站住！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
我不在乎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当然知道，可那又如何？皇甫家在此议事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真是笑话，在我的府中，对本皇子无礼的人，你还是第一份。去，把他舌头割了，给我喂狗。瞧好吧，殿下。小子，劝你主动把舌头伸出来，也好少吃点苦头。六皇子，你有几斤几两，我皇甫家还不清楚，还是让你那狗腿子退下吧，免得叫你愈发难堪。你说什么？兄长，还是让他退下吧。你跟我回西凉，干戈立止。如此悍将，在军中当属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悍将。把他舌头割了，丢了喂狗。是。且慢。殿下，要将他一并拿下吗？如此猛将，竟甘愿听从这个废物皇子。看来堂妹说的不错，这小子确实与以前不同了。殿下，年轻人不懂事，看在你母亲也是皇甫家人的份上，放过他一次。好啊，那今天就看在表哥的份上，暂且饶过他，赏他个耳光，让他长点记性。是。走。大哥，道歉。是。方才是小的无礼，还望殿下见谅。不知表哥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啊？如同殿下所见，我此番前来，必须带韵儿回西凉。不准！这小子还有些霸道起来了。留他在京，殿下只会连累他。那可未必，说不定会是凤冠霞帔，母仪天。这个臭小子，当年穿开裆裤的时候就说过这话，可把自己骗惨。殿下确实有所改变，不过可惜太晚了。据我所知，五皇子已成气候，殿下难不成想靠着区区一个武人，就想与五皇子抗衡吗？他可不是单单一武人。什么意思？鄙人不才，东海真氏嫡长子，真武是也。啊，东海真氏的嫡长子给殿下做武人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见过殿下，见过姐姐。你怎么来了？见过殿下。拿抓！听闻姐姐说，那殿下亲卫统领唐塞尔乃是前阵丈人唐家之女，又有陛下现任之意，故婉儿特与姐姐商量，在江湖中特意挑选了4大游侠高手，外加兄长的保护，负责殿下的安全。哦，还有，婉儿听说殿下府上曾被抄家，并未归还，特送黄金1000万两，供府上用度。黄金1000万两？哦，这什么情况？替殿下翻修府邸。啊，哎呀，婉儿弄错了，那不是我的府啊！没有错，从今天开始，整条街都是殿下的。哦，这是地契，望殿下与姐姐妥善保管。大哥，东海真是这么有钱啊！东海真是在全国各地的仆人、食客有数万人，你说呢？数万人？那不是堪比军队啊！真是数代经商，何等精明！不仅将嫡子送给五皇子当武人，现在又将嫡女嫁给他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看来，我西凉30万铁骑也得重新考量一下这个五皇子了。
既然整条街都是甄氏买的，那我觉得这地契呀，还是交给婉儿保管。我觉得你姐姐应该不会有异议的。我当然没什么意见了。有妹妹帮着阿彻，我当然很开心了。表哥，若是无事，不妨府上细谈。哎，不了，我在荆州还有一二好友，趁着天色尚早，我去拜访一二。那表姐，还望殿下不负真心。告辞。表哥这是怕你正室的位置不保啊？什么正室七室八室的，我还没同意嫁给你呢。你说说，还是婉儿懂事。来，婉儿。殿下，婉儿与殿下尚未成亲，殿下还是注意影响些。这不是你们一个个都给我搞这一出是吧？我靠！没你们我老子不行了！春夏秋冬4项，速速出来服侍本皇子！哎呀，我要的不是你！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河东贼寇阻断了我们盐场收购鲁盐矿的线路。你们两个是这儿的话事人呐？郭公子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。严将军我还是认识的，不过我说啊，你这就有点不地道了。这么赚钱的买卖不带着兄弟们一起做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盐矿开采乃是朝廷之命，而让百姓以矿还钱，也是有利于河东之乱。却不知郭公子为何要阻拦我等？少跟老子扯那些没用的，把老子当傻子玩呢。朝廷允许百姓采矿还钱，那老子那些手下谁还帮老子卖命啊？想这么轻易的就把老子的根基给毁了，你在这做梦呢？你想怎样？好办呢，一条路，以后盐场的收益分我们一半，我就开路放人。区区反贼也妄想与我朝廷分立，我看你是在做梦。不分也行，那你就在这坐等着我踏平你的盐场吧。猖狂之极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尔等区区一介反贼也妄想毁我大夏之物，我看你是在找死！猖狂怎么了？我不猖狂，皇帝老子不早就收拾我们了？还有，朝廷如果能处理我们的话，早就派兵来剿。依我看呢，这大夏国也是疲惫至极呀。尔等还想处理我？你老东西，老子懒得和你扯皮。严将军，咱们两个共过事，你说句话，这事儿到底是行还是……郭公子，这个我们真的无法答复你，还需要向上面禀明才行。笑，原来二位说话都不好使，那还在这浪费什么时间？赶紧叫你们管事的出来！实不相瞒，此地乃是六皇子主持。哦，六皇子啊，就那个废物。我感觉这大夏国是真要玩完呐。找一个废物来掌管盐场，如此也好，那我的义军能更轻易的把这拿下来。放肆！我堂堂大夏皇子，岂容你一介小小反贼来侮辱？皇子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他干的那些蠢事还少吗？再说我是反贼，我敢在他的地盘撒尿，他敢在我的地盘放个屁吗？你少跟我废话，赶紧把那个废物给我叫过来。六皇子不在，那他就没有别的话事人吗？我家殿下稍后便至。哟，这不是红雪姑娘吗？几日不见，还是这么妖娆。拿开你的脏手！这么火辣，我喜欢。哦，对了，
我想起来了，这钱家是被人灭了，那这红雪姑娘岂不是沦为别人的身下奴了？啊，过来坐着。这别人能尝，也让本公子今天尝尝。我是六皇子的人。六皇子怎么了？那个废物能骑，我就不能骑了吗？过来！今天你要是不过来，我便踏平盐场，看你怎么跟那个废物交代。殿下说过，这个盐场是他与五皇子较量的根本，若有闪失，性命不保。郭德，你胆子不小啊！国仔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谢主人。好你个郭仔，真把本皇子的盐场当成你的贼窝了。哟呵，当年的废物，现在说话这么硬气啊！实不相瞒，我看上这妞了，要不借给兄弟玩2天，等兄弟玩好了再给你送回去。兄弟，好啊，那就把你的脑袋给摘下来，让本皇子当球踢2天，等老子玩够了之后再给你安回去。周彻，你敢？要不试试？哼，我还担心呢，我的对手是个废物。现在的好是我想多了，既然正主在这儿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你这个盐场要想办下去，必须给我分一半。啊，有意思。六皇子，你是不想谈了吧？谈？你一个反贼也配跟本皇子谈？我告诉你，盐场也好，河东也罢，都是我大夏疆土。尔等反贼要是以觊觎之心，本皇子必诛之。殿下且慢，殿下且慢，殿下，你这般行事实在太冲动了，万事要以大局为重，你这样只会招来大祸呀！严将军，你在教我做事？末将不敢。不敢？你有什么不敢的？身为我大夏武将，身为河东骑兵营统帅，口口声声在朝堂之上说要诛贼的大将军，等到反贼登门的时候，却未曾拔刀，畏头畏尾躲在后面教本皇子做事。我问你，你还是我大夏的武将吗？还有半点军人的尊严吗？末将不过也是权宜之计，暂作拖延罢了。至于钱红雪，本身就是罪臣之后，一介女流。一介女流？你给我记住，她是本皇子的人，本皇子的人何时可以随便任他人觊觎？殿下教训的是，滚！回去告诉我五哥，他要以任何方式进城，本皇子都会接着。但是要是有损大夏社稷，本皇子必杀之。六皇子之言，末将必定带到。诛杀此贼，割去头颅，挂于东墙，以振宵小。二哥，你要敢动我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笑，一个反贼也敢在本皇子面前叫嚣，舌头给我拔了喂狗！周彻，你要敢动我，父皇不会放过你的。江东10万义士定会骂他京都。慢着，周彻，不敢动我。给我闭嘴！你是我的奴隶不假，但你也仅仅是我的奴隶。在外面，你仍然是那个泼辣潇洒的钱红雪。记住，不要因为成为我的奴隶而卑微，要因为成为我的奴隶而荣耀。在外面，任何人敢欺负，都给我打回去。出了问题，本皇子都忍。多谢主人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能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
我放过你们！都说六皇子折龙君冕，我猜是压抑多年，狂的没边了。六皇子这样做，不是逼着郭振岳发兵吗？他找死还不放过我们？都他娘的少说2句！这个废物狂不了几天了。等五皇子大事谋成，也是这个废物的死期。到时我要连本带利一起捞回来。走，回营。是。殿下所言，当真是振耳发聩，着实叫老臣惭愧之极。只是殿下这般，怕是要遭到那严城的记恨呐。那卢尚书认为，本皇子今天所作可对？对，自然是对。只是那便是了。他是为我大夏武将，更是为朝廷效命的臣子。今日所作所为，看不出半点忠心。如果我不敲打一番，让其妥协，他愈发会觉得我皇室可欺可瞒。眼下慧根超凡，老臣佩服。可眼下这郭贼一事，又如何破解？反贼如此猖狂，如今已到了无可回首的余。从今日郭登临所作所为可以看出，河东反贼有窃取我大夏江山之意。如此反贼还要与我讨价还价，我若与其合作，那失去的不是盐矿和钱财，而是我大夏之颜、皇室之面，更会让天下人觉得我周氏江山他人可染指。陆公啊，如此局势，你看我又如何能殿下此生可笑动山河，老臣不拜而闻，幸为一言之徒。陆公言重了。殿下已处理妥当。侄儿，你的腿伤好了？多谢叔公挂心，一点小伤，不足挂齿。你自幼骨骼惊奇，确实不凡。日后跟着殿下好生做事，将来前途无量啊！反而说过，卢尚书和他爷爷曾是同窗，之前还资助过卢尚书上京赶考。啊，原来如此。殿下，那郭贼若知你杀其子，恐怕不久将至。老臣即刻动身回京面圣，请陛下派一路兵马过来守护盐场。各部队各司其职，都有要地看守。如今从京都调人，恐怕是调不到。依我看，卢公见到父皇之后，不妨多帮我争取一些兵器和装备，最好是能在盐场建一个应急武库，这样哪怕出了问题，盐场的工人也不会沦为贼人的鱼肉。有道理，只是涉及武库极为敏感，陛下即便会批，也不会太多，而且会派监军前来。有总比没有强。至于监军，也无所谓了，我又不会做其他事情。老臣尽力而为。卢公辛苦啊！侄儿，务必护殿下周全。叔公放心。啊，辛苦卢公。唐统领，守好大本，没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借助。是。这个老六狂得没边了，真以为河东反贼跟钱家一样怕你的皇威？殿下所言极是，只是六皇子奸诈虚伪，动辄以大义压人，让我们也是无可奈何。无可奈何？让他变成一具尸体，看他如何以大义压人。殿下，我不是有了对付他的方法。你们都出去。是。令本王过来。3日后，你以带兵狩猎为由，亲率部队南移至狩猎，夜里便在此处安营，暂时不要回营。待到南部盐场翻去火光之时，再亲率部队赶往救援，替老六收尸。殿下，您的意思会有人来解决他？不错。可是陛下若是追究下来的话，小人恐怕担不起责任，群臣们也会借此发难，让我下马了。到时
我还如何服侍殿下？怕什么？老六不过就是最近做了几件不错的事儿，引起父皇注意罢了。至于朝中群臣，哼，他老六在朝中有什么人脉可言？谁会替一个死人说话？至于你，到时在盐场会有人给你留下一些好事，给你造成一些丰功伟绩，保你无恙。我家知道该如何做了。哼，老六，激流勇进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说什么？六皇子杀我儿登临，还挂他头颅于东墙。是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我们停留在盐场之下，公子只带了10数人上山。那10数人呢？都被周彻割了脑袋，挂在东墙之上。我们根本没有听到任何厮杀声。等公子被送下来时，就已经这样了。传我军令，即刻拔营，一举摧毁盐场。老子要活剐了你个周彻，替我儿登临报仇。主公且慢。先生，我儿被杀，叫我如何瞒呢？主公丧子心痛，贫道感同身受啊。只是主公啊，拔营渡河攻打周彻，实乃不明之举啊。主公，你想，我等可久居河东，朝廷奈何我们不得？这无非两利，其一嘛，便是地利。我党在河东，朝廷在河西，可平河而守。这第二，便是人和。河东的百姓民不聊生，跟着朝廷没有活路，这才愿意跟我们揭竿起义。你若发兵渡河攻打周彻，岂不是自弃地利人和，不顾去朝廷的地盘与其经论交战？不正是自取灭亡吗？可是先生，杀子之仇不报，周彻不死，难解我心头之恨呐！主公可是只想杀了那六皇子周彻？不错，此子尽其所为，贫道也知晓一二。主公啊，其实想杀他的人，又何止主公一人呢？还有谁？报！启禀主公，门外有人求见。何人？那人说见了自会分晓。主公，看来有些人比我们还要心急。如此看来，哼，周彻死也！启禀殿下，盐城的骑兵营突然南移，朝寿陵方向前进，对外宣称是狩猎训练去了。殿下，盐城这个王八蛋，明知道我们宰了过贼之子，却在此时难以远离盐场，这分明就是故意的。老五啊，老五，是真的急了。殿下，不如我们撤回京都吧，不然郭贼趁机来访，殿下威严。绝不可能！说到底，盐城是我们的根基，如果现在撤离，岂不是将东西拱手让人？再有，严将军一训练，我们就要撤离，以后岂不是被他牵着鼻子走？那该怎么办？从这下去，今日暂时歇工，让各苦力劳工变成小分队，去各要地守城。是。殿下，门外有很多慕名而来以矿换钱的河东百姓。传令下去，兑换业务从即日起暂停，待复工时再来。不对啊，河东百姓赶往盐场的道路不是被郭贼给阻断了吗？怎么还会有河东百姓赶往此处？难不成速速将这群人进行驱逐？如若不听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前头领，末将在。命你前往严将军军营，通知他盐城有变，让他速速回来救援。他若不听，你便赶往京都，将此事禀告于父王。殿下，末将若是不在，殿下的安危该如何保障？不如你和真武谁更厉害？是。慢着，记住，抄小路走。殿下，婉儿说钱震乃是此女的姑父，让他去通知增援，会不会？不错，他比谁都更希望我死，
但也比谁都不希望我死。换句话说，他希望我死在别人手里，但不是因他而死。如果此次因为他没有及时叫来增援，而让我致死，他乃至整个唐家还会有活路吗？也就是说，他此行必定会尽心尽力。不错，他可是我的亲卫统领啊！想不到这六皇子周彻的反应竟如此的快，第一批伪装上去的义军还没有进去，就被堵在了门外。那道长认为，这六皇子可脱此劫？若是单靠我等义军，他或许还有命，但如今，此子插翅难逃。哼！据那人所说，整个盐场不过劳工数百人，他连个像样的武装都没有，拿什么跟我们斗？盐场一鼓可破，传令下去，让弟兄们快速集结，一举拿下盐场，诛杀周彻。六皇子言而无信，我们大老远来的，居然不给我们换粮，难道要饿死我们吗？没错，就算不给换钱，也好歹让我们进去吃口饭啊！这荒山野岭的，要饿死我们吗？乡亲们，他们要是不给钱，咱们呀就冲进去！对，冲进去！冲进去！走！住手！都给我停下！盐场重地，岂容尔等胡闹？我家殿下说了，待开工之日，定会与尔等交换钱粮。如今宵禁已开，尔等速速离去。要我们离开也是可以，但是要管饱饭。就是，我们就要饿死了。叫六皇子出来见我们！哼！再胡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要杀就杀，反正我们也要被饿死了。对，有本事你就……吵吵啊！兄弟们，抢夺盐场，诛杀周彻！那便看看能不能过我这关！给我杀！殿下说此事不同寻常，望严将军出兵增援，以免遭遇不测。以鲁矿换钱粮是六皇子提的主意，百姓既然是他找来的，如今无非就是来的多些，这会有什么不测发生？再说百姓若是多些，便让我一营拔寨，那我的兵还要不要练？将军言之固有理，若是盐场有失，将军脱不了干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殿下预测敌人在先，将军却按兵不动。若是今夜盐场有失，将军能负得起责吗？混账！一个小小的亲卫统领，你敢来要挟本将军不敢？不敢。末将只是奉命行事，将军不愿出兵，末将回去复命便是。哼！过来，路上找几个人，把他给我做了。殿下，他毕竟是六皇子的亲卫统领，若是朝廷查下来，查个屁！何等匪寇入侵，连皇子都跑不了，死个亲卫统领算得了什么？记得做干净点。唐统领，唐统领，将军有事，请你回去商议。将军这是何？将军这是何意？当然是，唐统领，我等奉六殿下之命，特来此接应。唐统领，你速速回宫面圣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小心！给我杀！别让他跑了！哎呀！哼！六皇子，杀我儿之时，可曾想过会有今日？郭贼，自打你打我盐场主意起，
也何曾想过会有今日。死到临头还敢装蒜！来人，拿下六皇子首级者，赏银100两。好歹也是个义军统领，没想到出手这么小气。对付你这种废物，100两足矣。夺郭贼首级者，赏金1万两。六皇子，你脑子进水了不成？这里全都是我的人，你看他们谁会？假道携众，拜见殿下。请回去转告五皇子，国公定当全力配合。告辞。哼，阁下是？我替六殿下给您带句话。啊，六殿下。良禽择木而栖，还望贾先生斟酌。夫人，小宝，夫人，小宝。相公放心，六皇子对我们母女2人很好。好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不用本殿下现在告诉你了吧？请殿下放心。废物，连个女人都摆不平，我要你们何用？方才与你一起行动的2个人呢？死了。夜里贼寇来犯，牺牲将士3人，去安排抚恤。是。启禀殿下，盐场方向传来战斗声，有火光泛起。你听见了？这边听不到，是小人方才去北边巡查时所听。是吗？那你过来。牺牲4人。是，殿下，盐场起火了。老六，五哥来给你收尸了。这么晚了见朕，有何急事啊？启禀陛下，五皇子有勾结反贼之嫌，已将六皇子困于盐场之中，望陛下速速救援，救六皇子于水火。这才几天呢，你就忘了谁才是你真正的主子吗？末将不敢。刚才你说老五勾结反贼，可有证据？这无凭无据，竟然诬告皇子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好了，朕知道这个老五啊，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调3000精锐，朕要亲自前往。老五和老六的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。啊，是。小人假道，拜见五皇子。郭振岳呢？主公大仇已报，已带人退守河东，特命小人在此配合五皇子。跑的倒是够快的，难道还怕本皇子拿了他不成？自然不是，五皇子秉性醇厚，人尽皆知，实在是我主公确有要事。此人就是郭贼的军师，分量也够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先看看我的至亲手足，我挚爱的六弟吧。老六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。怎么会这样？狗日的反贼，居然敢反水设计陷害本皇子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拉出去喂狗！五皇子无需多言，就算小人不反，你也定不会放过我，定会卸磨杀驴，拿了贫道去找皇上邀功。与其这般，倒不如跟着六皇子去赌一个未来。跟着老六赌未来，就靠这几个虾兵蟹将吗？老六，你的奸计已经被识破了，就不要再做缩头乌龟了，赶紧出来受死！
本皇子在此，敢杀我者，来！不自量力！严惩，在，速速带人把老六给我拿下！待本皇子成为储君之日，就是尔等封侯拜将之时。别急，朕要看看这个老六到底卖的什么药。给我杀！响东殿下，先过我们这一关。他们4个居然会武，这是他母妃给他留下的4个婢女。这个老六到底藏了多少，是朕不知道。五哥，我们斗了这么久，今日该有个结果。哼，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我上！晚了，老六，这是对着敌人的，不是对着兄弟手足的。你把他往……别动！五哥，你先前诬陷我亵渎皇嫂，可曾想过今日？六弟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五哥，你联合钱家抄我府邸，伤我婢女，可曾想过今日？你想做什么？你联合反贼，欲将我困死在盐场之内，可曾想过今日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你父皇救我！够了！父皇救我！老六他要……一个没用的东西，成王败寇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污蔑老六？老六，你很不错，但这件事到此为止吧。父皇，老五他勾结叛徒，朕说了，到此为止。父皇，你是还让我给五哥做武招使对吗？朕是在保护你。你是想继续看到我们兄弟俩争斗？你，父皇，你确定还让我给老五做磨刀石？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但老五身后有半个朝堂。哼！父皇只需回答是或不是。是。好，那今日儿臣便让父皇看一看，我这块磨刀石是如何崩塌这把刀的。老六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当着朕的面手刃皇兄！该死！好，反了你了！来人，把这个逆子给我拿下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！好了，陛下，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方才老奴调来的3000精锐全都中了埋伏，无一人生还呀！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哼！啊！任凭殿下差遣。西凉铁骑，皇府龙庭，你要造反吗？父皇，我周家男儿想要获得任何东西，都是需要争才能，这是您教导儿臣的。您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启禀陛下，河东贼寇已被真武将军尽数清扫。武将军威武，特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替朕开疆扩土，护我大夏神威。
谢陛下。令皇府龙庭护驾有功，特封镇西王，世袭罔替10万户。谢主隆恩。徐丞相，朕可还有遗漏？回陛下，诸事皆毕，陛下该大婚。恭祝陛下与诸位娘娘鸾凤和鸣，喜结良缘。今日咱们俩大婚，什么事啊？搞得这么神神秘秘。当然是送你的礼物。打开来看看。神神秘秘。当当当当！哎，吓这一跳！这就是你说的礼物？当然。来吧。你想什么呢？快看看婉儿手里的东西。这个不是当日你让婢女送给朕的？婉儿说让你回家打开来看，你是不是又忘记了？现在看，现在就看。这是，难不成那天晚上？